就是你执着。你要不执着愁，报那里边的愁，没到时辰哪能开口啊？是啊，到这里到时辰了。可得遇着有缘人啊，眉清目秀，齿白生红，眼睛如剑如将军，一身潇洒，世人羡慕。只可惜来到人世，度法度众生，变着身形来度众。希望你佛法弘扬，妙语宏大，能广度群生，能把那无形的众生能够都化为莲花往生西方，地狱者空。你看我说的怎么样啊？挺好，说我呢。时辰已到了，也接受帮忙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也说罢了我的因缘事。临行啊，我把小儿唤，叫一声啊，许是你乐悲哭唱。看见了你年小无知，我心也伤。我要离去，你也病好了，我也该走了去。但愿你回家，精进念佛得超往。我告诉你，他父亲杀了我的女儿，我女儿才13岁。他父亲为什么要杀你女儿呢？我不说了。不，你说嘛，因果是双重的，因果是无量的嘛。那他父亲杀你，你又杀他女儿，就来回这么循环呢。我女儿啊，不大怀抱，能有1生多，就出去了，被人家抱走了，就是偷走了。他呀是一个妇道人家那一世，他说这谁家小孩呢？怎么的搁这块儿呢？就别人偷走了，别人偷走了吧，就是那啥，就搁在这块儿，就想把这个孩子卖到这个妓女院去。他呢就寻思，就说就知道了，说这谁家孩子呢？他要把这孩子卖到妓女院，这么点儿就卖到妓女院，那长大了不完了吗？说这咋整呢？他就说是你把这孩子给我吧，我没有孩子呢，我养着，你卖给我吧，给我得了。他就把这孩子呢，我的女儿呢，他就抱着他养大了。但是他那一世和他父亲呢，他不是一家人。他是呢养大了之后13岁那一年，他这个是这个邻居啊，他就把我女儿就给杀了。他就发现了，这孩子就没了，怎么找也没有了，四处找也没有了。后来就发现呢，他就这个门口啊，有一只那个袜子，就像那破鞋垫似的，那鞋垫儿，就这个像我姑娘的鞋，那井上怎么的还有那啥血呢？他就四处找也找不着，四处找也找不着，完了就把这个鞋垫儿呢，他就拿回去就是原来是报关，四处找，他那次没结婚，他就找也找不着，找就，后来他就寻思，他说我上庙吧，问佛菩萨去吧，就问佛菩萨完，后来有一个出家的小和尚，就说了，你四处找吧，上你家那边找吧，看有没有坟堆儿吧，他就找吧，看着有一个小坟堆儿，死了，孩子都死，这里都是刀伤。哪有刀伤就杀了。因缘是啥呢？反正是这孩子反正受损伤了，把我女儿也给要了。我怎么才来到这块儿？就是她的丈夫叫陈宪华，怎么来到这块儿才显现出来这个病症呢？你知道吧？她现在的丈夫叫陈宪华，陈宪华的今生的现世的母亲把我女儿要哑巴了，他俩是合伙和他父亲。他把我女儿要哑巴之后，完了怕她说话说出去，完他父亲就给杀了。
就这么个姻缘。我四处找，看他来了，完了我救人的时候呢，他又把我给杀了。所以就这么圈圈的姻缘我来找了。你要不是问嘛，问我就跟你说了。对呀，你要说明白嘛，你错综复杂。我不想说。说了以后就都放下了嘛，错综复杂的因果全是我们起心动念造作的。他就因为我感他的这点恩德，所以闻佛法，他心眼儿也不坏。我一者来报恩，二者来报怨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让他闻佛法，今生得超脱。我经过地狱的十殿元君的批准，来到此处，地藏王菩萨让我来的。上哪呀？上阳世三界。上阴间来的呗？干什么？仇报仇，冤报冤，闻佛法。当我有点太贪恋人世了，我回不去了。人世造业了，报仇有点报过劲了，待的时间长了，我回不去了。怎么才过劲呢？报过劲了。我应该在他30岁的时候，20来岁的时候，不到30岁我就应该走，就走出去了。贪恋呢？我贪恋呢，对呀，报仇啊。他想应该是今生，他应该出家的人了都有，我就没让他出家。当初呢，他就想要出家了。你没让？破坏了他出家的道路不说，又在他生活当中屡屡的不顺。我有过的，像我不是都说了，这回我该走了吧？你太没有疑虑了。是吧？没有疑虑的就能走，因为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，愿呢全都解了，那么然后呢就是清净了。我说完了。再也没有啥说的了。再也没有什么说的了。有。你说吧。你想问我啥，我答复。是啊，地狱苦不苦啊？苦啊。苦。咱也没去过，你给人讲一讲。我跟你说，我跟诸位说，诸位在上都是佛菩萨。地狱啊，人要是迷糊啊，身上要疼啊，就是婚姻在地狱受鞭打。是啊。我只说这一点了。轻微的病症就是在地狱灵魂受鞭打之苦，何况重的呢？阿弥陀佛，就说到这儿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谁是阿弥陀佛？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该走了。我闻了净空法师经典，我听懂了，听明白了。要走了呗，听明白了呗。我说完了，心里敞开了。是不是我该走了？心开了就走了呗，烦恼就走了呗，对不对？我还离开他身边呢呗。应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去成佛去。你本来就是佛啊。用不上7日吧。用不上7日吧。你就往上西方了。我不知道啊，你说能吗？7日啊，你就是当下就走了。我还有点儿，不是不想走啊，脚底下绊的我走不开啊。谁绊你呀？业力的绳索。忏悔呗。业力不是你放不下吗？放。你执着吗？你不执着，放下了，两手在这开了。那结不是你心结的吗？心面结的吗？你说什么绊着你呀？什么绊着你呀？业力。还有什么业力？还有什么业？你说一说吧。
最好我的要求不想让他面目太那么真了。你就积点德吧，有这点机会。那地藏王菩萨不让你出来度众生吗？你这一说把你因果，你看你跟他父亲的因果，他父亲跟你女儿的因果。我坏他，我坏他本人呢，我有这个业力不走。我坏他。你坏呀？我不做好事儿。你不做好事儿，这回你这次你就要做好事儿了。应该他是出家修行的。叫你给障碍了呗。一者当到这个，二者呢不让他在人山间做好事儿。我借他身体行恶呗。啊？你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说吧。没有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大家念佛助念好不好？给你助念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助念呐。嗯。你要是木鱼子可以听敲就可以，一个人念可以。我不想听女人的声。听，你还分别呢，执着呢。我不是分别和执着。为啥呀？我不爱听。男女平等吗？都是佛菩萨吗？是平等，都是佛菩萨，我不爱听。你还有爱听不爱听，你还进火坑。啊，对哈。这是邪见，哪有爱听不爱听？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好吧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你得救他。还有谁呀？我给你报上一个名，他叫罗翠萍，就是我的女儿。你女儿也来了？那什么年头的事儿，怎么都没解脱呢？你救救我的女儿就行了。刚才小孩说话是你女儿不？是啊，哥，就是我。怎么？我就是叫罗翠萍。是啊。你十几呀？我13。你讲一讲你怎么死的呀？你别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大伙儿也看不着你，你没有形象，别人看不见你，别捂着脸。那他有形象，你不给他丢人吗？他是我的儿子。他是你什么儿子呢？他养过你，他养过你呗，是不是？养过我，还救过我。我就是来报恩了，待这么些年，我还走啊。你跟他家待多少年呢？那啥意思？他生来我就来了。然后那个你爸也来了，你爸来报仇，你来报恩。对呀。他一坏他我就哭，完了一哭，别人就有人救他了。你这爷俩真挺明白呀，一个来报仇，一个报恩。我常说他，常劝他，完他也听明白了，他答应走。你爸答应走了呗？你爸走你也走啊？等他好了，我把我爸先整走，要不他身体好一好，我就出去了。我就走了，只有把我爸先整走。他罪业重。你爸罪业重了？他有罪。你爸有罪啊？我替他忏悔，把他身体帮他照顾好了，我就走了。我答应了。你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清净的心是佛菩萨不？大佛阿弥陀佛。清净心是佛菩萨，那你心清不清净啊？我不清净，我自己说恶句了，我就总哭。那谁陈建华就说我，你老哭啥呀？就带人小孩似的，咧的。还有啥苦跟我说？我说你能解决呀？跟你说800遍，你说你放下吧，你别生气了，别报仇了。你想咋地呀？我叫火诅咒。你也真是给我下跪，完了我说我不愿意下跪，完他说我给你磕头了，你是火祖宗，别躲了。你要有啥事我给你找一个人。我说你上，他说你上哪儿找去能找着？我说你走吧，骑火车票往南去。上那观音菩萨那瓦基，那山上有大观音菩萨老高了。我说的上那瓦基，